Hello， 大家好，我是做装修的小李哥。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新工地开工哈。这个新工地的屋型呢是一个 townhouse。然后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加拿大 townhouse。好，那 townhouse 呢就是集合联排的住宅，这个每一户它都是连着的。然后它跟公寓不一样的就是 townhouse， 它是拥有从楼下到楼上一个完整的空间，也就是这一个空间都是你的。施工的时候呢，它比公寓好施工一些。townhouse 呢，因为它自己有自己一道独立的水路，本身的水不会影响到隔壁，因为水是上下会影响的。那它比较注意的就是要注意电哦。那 townhouse 特别要注意电路的，就是相关方面，因为它电路，你看，我们来找一下哈，这一个区域它都是连排联动的，它自己会有一个自己单独的配电箱。这单独的配电箱哦，找到了，这单独配电箱在这里。好，这个小房间其实不是这一户，这个就是它单独配电房。当然，他们自己都有独立的电闸可以控制它每一户的电路。但是如果有任何一户有严重的电路问题的话，它会跳到总闸去，要进电力房去开。不管你是做什么工程，都需要经过市政府的电工 permit 的申请，一个非常复杂的手续。这个 townhouse 是有瓦斯的，大家看一下，这加拿大的瓦斯表长这样。很明显的，这5户的瓦斯都是串在一起的，好，这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这是做联排要注意的。townhouse 它自己社区有 playground 啊，你看远处那边有油箱，它的油箱也是集中在一起的。这周围的房子都会共用一个 playground。那小宇哥自己住的地方还有 clubhouse， 所以他自己会有一个公共设施。住 townhouse 蛮不错的。townhouse 每一户呢都会有自己的 garage。garage 呢是放自己的车子。那如果你有访客怎么办呢？访客这边呢 townhouse 都会有 visitor parking 给访客用的停车位。住 townhouse 的朋友特别要注意，通常 visitor parking 呢是需要有证的，也就是你要向斯抓达呢申请一张停车证。你有朋友来的时候呢，就把这停车证交给你的朋友，他要放在车窗的前面，不然就会被拖走。所以大家要注意，记得向斯抓达申请访客停车证哦。好，我们到了今天我们要施工的房间啊，我们同事已经在里面把我们的地毯拆一半了。好，我们先看一下。好，来，这是我们的同事 Kelvin 来打个招呼。哦。好，我们先到楼上去看一下，楼上应该还有没有拆完的地方。今天呢，最主要拍这个影片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换地毯。首先，我们看地毯的外观，这经过大概10年居住的地毯，都非常非常脏。他一定讲哦，这地毯是不是前屋主没有洗？哦，这个东西我们不追究啊。各位知道地毯怎么洗的吗？地毯清洗机呢，其实就利用高压蒸汽，然后把清洁剂和清洗剂用高压喷到地毯上面往下喷，另外一个在后方的机器就回收，把那些喷下去的水蒸气回收回来。所以呢，你用听了就知道，基本上它回收不可能是100%，它至多回收个3成到4成吧。那所以呢，它怎么洗一定洗不干净。常常有朋友问我，这个地毯上面它会有一个的皱褶，有些地方它皱褶起伏还会很大。地毯有时候就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然后它就会产生这样的褶皱。会有朋友问我说，小李哥，你们处理这种问题？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得把地毯掀起来，重新把它拉伸过，然后再把它固定回去。但是做起来你就得把家具全部拿掉，那基本上跟重做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个问题发生在地毯，它就是处理成本非常高的一件事情。这是没有拆过的地毯，表面很脏。那我们看拆过的地毯长什么样。地毯下方我们都会铺这种软垫，我手摸上去，你看我手上现在都是粉，摸上去，软垫下方摸上去，看手上都是粉。当你洗地毯的时候，所有的粉尘就会跑下去。这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叫 Patrick， 好 OK， 他很忙。清洗的时候呢，会把脏污往下放。那如果你不清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地毯如果不清洗呢，它就更脏。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在上面我们会掉一些毛屑啊、头发啊，那就会长尘螨，就会有一些小动物它会去吃这些东西。那尘螨呢，它就有排泄物。
那这些排泄物呢，它一样，它就会卡在地毯上。有清洁过的就知道，哇，真的可以吸起来非常多的东西啊。它长久起来，这些尘螨的排泄物还有分泌物，它其实就会造成我们过敏，因为等于是它住了几年，它其实就留下了几年的脏东西在上面。还没拆的，我们来看一下。来，你看地毯，好，然后底垫、底板，那底板上面全部是粉。地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没办法处理掉的，就是这边地毯的交界的地方跟墙壁交界的地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条很明显的黑色的线？这是什么呢？这是发霉。因为我们房子是有开暖气的，所以大体上房子的空气都能维持干燥，中间的区域就不容易发霉。但是呢，湿气呢在墙角的这个位置，湿气就会特别重，所以墙角特别容易发霉。那也是有些朋友问我，小李哥，这个你们处理呢？简单的跟各位讲，不太可以，真的处理不太掉。这一间更严重，新的屋主是考量铺木地板。那大家一定会想说，我就是每年啊花点钱啊，请专业的人来清洁地毯，或者用好一点清洁剂啊，把那个地毯清洁起来。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在美国呢，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做约翰屈服塔，就是和尼格拉斯凯迪演变脸的那个，应该是10年前吧。他家里就是因为清洁长毛地毯，长毛地毯需要用到很多清洁剂，然后他有一个 baby。那个 baby 呢，就在清洁完的地毯上面爬着就昏倒了。因为这些清洁剂呢都是有毒性的，上面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呢，其实都对人体有害。那小孩子的抵抗力当然比较差嘛，所以小孩子就优先反应。长久以来对人体都是致癌的。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所以呢，跟大家讲，地毯踩起来虽然是很舒服，但是呢，实际保养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刚好里面也有使用过的地毯，建议大家还是把它更换掉，对家人是比较好的。今天是第一天开工，然后我们就来看小李哥怎么样陆续把这个房子改造成漂亮的新家吧。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专业的地毯清洁公司怎么样清洁地毯的。好，现在我们就进去吧。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你喷的是什么？清洁剂的。强力清洁剂。刚才已经喷了一次了。像这种特深的这个污渍的，它这种污渍大概是怎么样造成的？就是时间长。就时间长发霉吗？还是怎么样？对，是时间长有个局部。哦，就地毯都一定会发生这种问题，对不对？对，肯定会。时间长了，对不对？就你只要不走动的地方都会有，尤其墙角。对。我发现墙角都会黑一圈。对。因为墙角好多地方你平时吸不到的，时间长了就会那个。所以这完全就时间长了，谁用都一样，等于是这样子。都是这样，但是都是磨损的一个常走的。这常走啊，因为床在这边嘛，它下床都会走这条线。这就是做地毯清洁，然后用高压的蒸汽把清洁剂打下去，然后再吸回来。这已经是最专业的地毯清洁了。所以你们做这个收费是按照小时算的，按房间算，按房间算。像这个小间是30啊，卧是35。小间的卧房是30块，主卧是35。35对。啊哈，那特别脏的呢？特别脏的就是要稍微加一些特殊清洁费用。对，因为太费时间了。就特别脏的要特别加一些清洁费用。它有的非要洗，你看像这种我喷完这以后洗不掉的，就没有希望了。哦 ，OK。因为这是已经很好的强力要求。所以那个霉也就真的就没办法，就是必然会产生。能浅一点。这点这就掉了，那个就掉了。它不一样。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地毯还是没有办法绝对干净哈。对，这是肯定的，这是。你看像这种磨损的，你再怎么洗也洗不掉。
粘上去。哦，这是普通的清洁剂。对，小瓶的那哦，小瓶的是强力的。对。你看，像这个黑黑的，就是霉，对不对？其实。对。也可能是灰啦，对啊，但是灰就是久了，不是全都是灰，它已经染色了，可能就是霉了，对不对？你拿手抠它都不是很完全。所以这也是你地毯怎么用都会有的问题。对，尤其townhouse，它通风有时候通风不好呀，它就容易起霉。哦，这家地毯清洁公司很负责任，对，做得很好，可以看一下。800到1000起，成本是200多块。自己洗的那个机器它吸力不够。对，自己洗的那个机器压力是不够的，对，而且温度也不够。我们这最高能达到100度，然后到地毯上的温度也得90度左右。对，一般的家用地毯清洁机哦，压力也不够，温度也不够，洗完的效果真的是有限。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楼梯，对不对？对，最麻烦的是楼梯。所以你们楼梯清洁有另外再收钱吗？你们是一阶一阶算的？按阶算的。那你们一阶大概收多少钱呢？一阶3块钱吧。一阶3块钱。一般房子的楼梯一个楼面是14到16阶。来给大家看一下清洁地毯的专业工具，它是从楼下，然后在工具车上去加压。这个贴心就在这里，你看所有转角他们都有做保护。那这样子，它水管上去就不会因为这个水管在拖动的时候，把这个墙角给搞坏了。这就是细节的部分，它都在做保护。它这里车上有专业的工具，这是他们专业的加压加温工具，然后接水接进来，然后再去做加压，然后送到楼上去，就是使用蒸汽来去做地毯的清洁。像这个地毯用久了，大家可以看明显的像这个是走道的那个颜色和一般的地方的颜色会明显不一样，因为我们走道常常走，毛料就会磨损，就是在常走动的地方会产生一些磨损，也就会有磨损痕迹。上下床的一些地方最好是要铺一些保护垫，再铺一层毛毯，或者是桌子下面有专用的那种垫在椅子上方的一个保护垫 ，Amazon 都有卖。铺上去之后，地毯这种磨损的现象才会减少，所以都会造成他们清洁上的麻烦。脏的还可以洗掉，如果是磨损的色差是没有办法补平的。那个楼梯的也是一样，先喷清洁剂，清洁剂要先喷在这边。在他家面这种楼梯的转角还有墙角，有没有黑色的霉斑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楼梯这边就比较难弄了，它比较小，好像一阶一阶弄，比较施展不开啊。直的这个立面也会把它做起来，这师傅很仔细啊。你们大概建议是多久？就是一般的房子在多久要洗一次地毯？1年，最少1年。最少1年洗一次地毯。你要有孩子有宠物半年。有孩子有宠物最好半年。所以这就是有地毯必须要负担的一个保养成本，对不对？对。那如果使用扫地机器人，会让那个整体会比较好做吗？你尘能走，可是你里面的东西它没那么大吸力，脏的东西没办法，就尘能吸起来而已。好，谢谢你们哦，谢谢。看完今天的影片，您学会地毯怎么保养了吗？麻烦您帮我的影片点个赞，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